哎呀，昨天我一回家，气氛这么凝重。我老公和翟耀达正和我婆婆分家产，家产为何难分割？原因竟是自行车。最近呢，我婆婆这不是要把房子卖给我俩小姑子吗？然后呢，就涉及到了这个房子里边这些家产的分割问题。分的这个细呀，首先要分的就是我大胖媳妇留下的自行车。我婆婆呢要给我小姑子，我大胖媳妇不同意。这个自行车说起来其实是个很悲伤的故事。你们可能有些人知道，大胖媳妇小的时候挺可怜的，爸爸不是亲爸，他妈带着她嫁过去的。然后她这俩妹妹呢是他妈和后爸的孩子，她这个后爸对她还是不错的，但是后爷爷后奶奶呢不接受。过圣诞节的时候，老头老太太让俩孙女去他家里，不让我老公去。然后呢，还给俩孙女一人买了一台自行车，没有大胖媳妇。你别看大胖媳妇平时是个老实人，老实人生气了最倔，给气完了。从那以后，天天自己拼命打工攒钱，就要买个好自行车给他奶看看，气气他，卧薪尝胆了，属于是。但是这好自行车太贵了，贵到没法全款拿下，只能组装。然后他当时赚的钱每个月就够买一个零件，好巧不巧就差一个后胎了，他奶病危了。哎呀，当时给他急的呀，就又想保大又想保胎，又想保大又想保胎，他可真是生怕他奶没呀。那个自行车装的那才叫跟生命赛跑，最后还是没赶上，车胎还没到呢，他奶走了，给大胖媳妇哭的呀。哎呀，奶呀奶，我车胎还没发货呢，你咋就被签收了呢？他跟我回忆说，我当时听到那个消息，我就是觉得咽不下这口气儿。我说你奶咽下去了就行。所以啊，这个奶奶生前没有看到他的新自行车，但是大胖媳妇不甘心，3天后的葬礼骑着新自行车去的。这老太太生前呢，就据说人缘一般，所以在那地方吧，大伙都是有点假哭，就她哭的，哎呦我的妈，老敬业了。奶呀奶，你回头再看一眼我的车。就哭得太敬业了，别人以为他是雇来的。最后他奶这个事儿办完了，大伙儿都准备回家。我大胖媳妇这不骑车去的吗？就感觉这个尘缘也了了，他应该也是看着一眼，所以回家的时候也不骑车了。别人都开车回去，他推个自行车，挨个车问我车放你后备箱呗。不知道的外人离远看，以为他是零元代驾，零元代驾。所以现在这事儿呢，我大胖媳妇就跟翟耀达说爸这个车就是给你的，你告诉爸是不是不应该放手？结果翟耀达一听就听出问题，一语道破。爸呀，你分自行车不是应该要分房子吗？他爸说对呀。翟耀达说那房子有你的没？他爸说没有啊，咱现在讨论的是自行车，没讨论房子。翟耀达说房子你都没有了，还要啥自行车呀？要啥自行车啊？到现在他也没同意给，因为这自行车他骑了10年，把奶奶骑走了之后，又骑走了爷爷，生命之轮吧属于。现在呢要传世，我发现他确实有这个习惯，就是他可以攒钱攒很长时间，然后买一个他觉得特别好的东西，然后就往死用，恨不得用一辈子。比如大胖媳妇给俺家俩小孩买了这个 Stoke 成长椅，我本来觉得超预算了，但是我也没批评他，因为也超预期。这椅子调节不同档位，可以从孩子出生一直用到成年，搭配不同配件还具备不同功能。这个设计布满了巧思，所以这个椅子承载着我家的家庭故事，属于收藏宜家具，可以传承下去。翟耀达用完拿铁用，拿铁用完翟耀达用，老大用完老二用，可以再来一个小三，老三。今天咱们就来讲一讲苏格兰男人和他的小格裙儿。这是一个有故事的男人的味道，也是一个有味道男人的故事。总之是一段妖艳的红尘在坊间传至。你知道苏格兰小裙是咋穿的吗？我以前只是听传说，从未被认证。那天我被认证了，苏格兰小裙的穿法确实是真空穿法，就是里边啥也没有。就话说我不是北上苏格兰，在格拉斯哥参加吃鸡大赛的过程中邂逅了一群彪形大汉吗？就因为我这个蜀身虎胆，被这群好汉带上梁山，就地安排喝了一顿嘛。这其中不是有一个人告我说的，明天你那个参加婚礼，大伙都喝高兴了以后，离穿小裙就远点嘛。这个人呢，这姓 Sykes， 就是咱们就管他叫老赛。这苏格兰这小裙子虽然看起来很骚气哈，但实际上它的这个材质特别厚实，特别板正，然后做工很精致，对这个材料的要求也非常高，所以它成本比较高。很多年轻人哈，我知道的很多年轻人去参加那个重要场合的时候，他这个小裙都是租的。10年前老赛办婚礼呢，就他这小裙就租的，他的未婚妻也是租的。不是他未婚妻的婚纱也是租的，然后婚礼的头一天，这不单身派对嘛，老赛就领着他这帮狐朋狗友们，这帮傻狍就去吃印度餐去了。为啥我说他傻狍呢？我在重要场合之前从来不吃印度餐，印度餐火焰山，肠中往事一锅端。然后第二天婚礼嘛，婚礼的第一场呢是在教堂，这个非常正式、非常圣洁的这个环节。这环节结束了以后呢，一般都赶第二场，到第二场就开吃开喝，然后就开敬酒，然后就开跳舞。这场就比较欢实的这一场。然后到了第二场以后呢，大伙就开喝嘛。然后这个环节吧，就往往安排这个新郎和新娘跳结婚之后的第一支舞。就这第一支舞往往就是最浪漫的一支舞嘛。我的朋友第二天也跳了，但是他俩这第一支舞让我给毁了。完事我说回来啊，完事他俩这个老赛呀，就和他媳妇就要跳这第一支舞。他俩跳的就特别不和谐，你踩我，我踩你的，就跳不好。然后他朋友不知道为啥突然间就起个哄说：“你拉倒吧，老赛，要不然让你媳妇抱你跳吧。”我跟你说，喝到量的人，他身上最大的危险属性是啥呢？就是他不一定突然之间觉得什么事儿有意思。这老赛就是当时到量了嘛，就突然间觉得这个倡议太有意思了，
啪嚓一下就过去，抱着媳妇大脖，一下给搂住了，然后跳媳妇身上了，给媳妇压坐地下了。他呢，就是之前喝的这啤酒一刮，完再加上他跳他媳妇身上，媳妇砸地上的这一蹲，再加上大伙儿一群人这一大笑，这个刚结婚2个小时的已婚单人就发生了第一次放纵，就长征往事一波关。之后都发生了啥呢？就具体情景你就可以自己脑补了。那他还跟我装人，没给我提一个事儿，他朋友给我爆料的，就因为他这个缩短小裙的特殊穿法，就真空穿法嘛，就是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染尘埃呢？对不？他第2天居然抖了，扑了，这裙子居然退回去了，他不租的吗？押金都拿回来了。他媳妇这婚纱那是完了，事儿在这个小镇的知名度呢达到什么程度呢？就他媳妇这婚纱退不回去了吧？而且他媳妇留住了，就花钱买了，没办法，花钱买了，把这婚纱留住了，之后往出免费租，都没人碰，都没人问。而且我听完这故事以后哈，第2天我参加婚礼，我看着穿小裙的，我都保持社交距离。就算穿裙子这个人啥也不干，你知道这裙子的上家是个什么冤孽呀？哥多说一句什么呢？我姓赛嘛，就他后来都管我叫赛喷泉。但是我说啥呢？我无所谓，就你嫂子也好啊，你哥也好，就包括你，还有这个加拿大友人，就是这个叫啥妹夫，就包括你俩都算在内。就是哥要说啥呢？就不用后悔，想开了有啥呀？不后悔。我没离吗？不后悔。人间不值得。对安排，对安排。俺们一家去哈尔滨了，这哈尔滨之行改变了我们一生。首先出发的头1天，我就告诉大胖媳妇，我说你收拾行李要去哈尔滨。结果不知道为啥，过了几个小时，这个地名在他脑子里头就变异了，哈尔滨被他记成了普洱茶。他就上网搜，以为我们要去云南，行李也是按照彩云之南收拾的。到哈尔滨出了机场，大胖媳妇说云南挺冷啊。我说是，现在-26度。然后我们要去冰雪大世界嘛，他带的呢是背心裤衩。我说那现在也没办法了，你现在就下楼，看能逮着谁，不然借件衣服吧。好在呢，大胖媳妇优点不多，嘴甜算一个，还真东拼西凑借着一身。临进场还买到了他梦寐以求的 Army Coat。到了冰雪世界里玩的非常嗨。我说你一个加拿大人，你没见过冰雕吗？他说但是我们的冰雕不飞眼。我们还发现了一个总统山。大胖媳妇问我，哎，这个林肯怎么长得有点像《乡村爱情》里的刘能呢？我要看这个人。为啥呀？我要看刘能。看就看，你以为你妈不认识他呢？你妈在东北有人。哎呀，能哥。哎，我以为你今天能在这个冰雪世界呢，没看着你，你咋这么忙呢？我呀，今天没去上，有点事儿。那什么，晚上我请你们吃饭啊！明天你也别走，完我找人，我安排你们啊。哎，好对安排，对安排。然后我就纳闷，我寻思右边这人是谁呢？大胖媳妇说像你旁边站的人。我一看，这不宋晓峰吗？呀，小峰老师！哎呀妈呀，在这儿都遇上你！这是我大胖媳妇，这是小峰老师。你好，小胖，你好！哎呀，这个就是我妹夫啊。小峰老师二话没说送大胖媳妇一个伴手礼，他以为这外国人不懂，结果被大胖媳妇转手就扣回去了。哎。这个绿帽，看来球员给我的绿帽还适合我戴。绿帽子好帅，必须的，咔咔的。对，就这一个必须的和安排，咱也不知道为啥就改变了他的一生。平时让他学汉语贼费劲，遇着这俩词儿来劲了。昨天晚上我们回铁岭了，当晚就非要把这俩词儿用上。吃烤串的时候，人家俺家别人都进去了，他在门口自己练。必须的。今儿早上去早市又练上了。单王怎么卖？40块。哎，40块。安排一个，安排。啥叫安排呀？不是，别挨着你拿不了。